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4月1日星期五，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多伦多太阳报，可悲的碳税增加不是愚人节的笑话。我们更愿意认为，总理特鲁多4月1日增加碳税只是愚人节残酷的笑话。但是，碳税在周五增加了25%，达到每吨温室气体排放50+元。自2019年以来，这些增加每年都发生在4月1日，当时税收以每吨排放20+元的价格征收，并将在2030年继续每年上涨至每吨170+元。对于居住在征收碳税的4个省份——阿尔伯塔省、安大略省、萨斯喀彻温省和曼尼托巴省的家庭，由于联邦碳税的增加，汽油价格将上涨每升0.022+元至每升0.11+元，到2030年将达到每升0.374+元。用于房屋供暖的天然气成本将每立方米上涨0.02+元，达到每立方米0.098+元，到2030年将达到每立方米0.324+元。然而，特鲁多的碳税不仅适用于汽油和天然气，而且还适用于22种形式的化石燃料能源。这就是为什么每当碳税上升时，几乎所有东西的成本都会上升，因为几乎所有商品和服务都会消耗化石燃料能源。自引入碳税以来，特鲁多政府声称，由于碳税退税，80%的家庭最终会在经济上获益。但议会预算官员 Yves Giroux 上周表示，当考虑到特鲁多碳税对经济不利的财务影响时，大多数家庭60%支付的碳税多于他们获得的退税。到2024年，80%的安大略省家庭将支付更多费用，这将在2028年在艾伯塔省发生。对于艾伯塔省来说，2022年的平均成本将为671+元。到2030年将上升到2282+元。对于安大略省，今年为360+元，到2030年将升至1461+元。萨斯喀彻温省为390+元，2030年升至1464+元。曼尼托巴省为299+元，2030年增至1145+元。我们最后会发现，我们是应该选择相信我们自己的口袋，还是政府所说的一切？美国食品涨价触及几十年来最高。美国农业部发布了2022年食品价格展望的更新，发现人们可能摄入的几乎所有食品，无论是来自杂货店还是餐馆的价格都在上涨。是的，这是在去年消费者已经被迫忍受的价格上涨之后再次上涨。现在预计所有食品价格都将上涨4.5%至5.5%。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服务部门在3月份的报告中解释说，虽然整体增长令人担忧，但仔细观察各种食品类别就会发现，购物者不要奢望商品的价格会下降。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牛肉上涨16.2%，猪肉上涨14%，家禽上涨12.5%，鱼类和海鲜上涨10.4%，鸡蛋上涨11.4%，乳制品上涨5.2%，脂肪和油上涨11.7%，新鲜水果上涨10.6%，新鲜蔬菜上涨4.3%，加工水果和蔬菜上涨7.6%，糖和糖果上涨7%，谷物和烘焙产品上涨7.8%。至于外卖或堂食菜单，预计今年这些价格将上涨5.5%至6.5%。此外，截至2022年2月，食品价格上涨了7.9%。据该部门称，这是自1981年7月以来最大涨幅。该报告还指出，当前的全球事件只会增加粮食负担能力的不确定性，并表示，俄乌冲突的影响以及美联储最近加息，预计将分别对食品价格施加上行和下行压力。我们将密切监测这些情况，以评估这些并发事件对粮食价格产生的影响。
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使用量达到5年高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第4季度，以人民币支付的比例在外汇储备总额中攀升至新高。这一变化归因于中国不断上升的经济地位和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坚定推动。随着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制裁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混乱，今年人民币规模或占世界外汇储备的比例增长将加速，这将逐渐暴露坚持美元或欧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危险。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4公布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 COFR 数据，2021年第4季度以人民币支付额为3361亿美元，占去年第4季度分配外汇储备总额的 2.79%。这一比例从去年第3季度的 2.66% 略有上升，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的自2016年第3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到2021年底，人民币在 COFR 中排名第5，仅次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超过一半 58.8% 的央行货币储备仍以美元持有。然而，美元的吸引力正在逐渐下降。2007年，大约 70% 的央行储备以美元计价，但到去年第3季度，这一数字已降至 59.2%。除比例外，人民币外汇储备规模也在逐步增加。在2021年的最后3个月，以人民币计提的外汇储备申请额超过3360亿美元，高于去年第3季度的3201亿美元。随着中国通过货币互换、一带一路倡议等方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增加，海外国家使用人民币的渠道和需求也在增加。专家强调，人民币作为主要外汇储备货币的地位将在俄乌冲突后进一步加快，这暴露了依赖美元和欧元是多么不安全。随着中国逐步放宽对资本流动的限制，人民币可能在未来10至20年内成为全球央行的前3大储备货币。泽连斯基，美国和盟友谁的脑袋不清楚？ CNN， 美国及其盟国不可能给基辅想要的东西。美国及其盟国一直在权衡，如果西方放弃其北约成员资格，作为对俄罗斯结束战争的让步，西方如何为乌克兰提供替代的安全保障？包括直接与乌克兰人的讨论还处于早期的阶段。美国及其盟国不太可能最终向乌克兰提供他所要求的那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护。在本周与俄罗斯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和平谈判中，乌克兰谈判代表提出，乌克兰可能愿意在北约问题上承诺中立，但与此同时，他们希望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通过批准的条约对乌克兰进行安全保证。如果俄罗斯将来再次入侵，他们将保护乌克兰。一些美国和西方官员对潜在的安全保障采取了怀疑的态度，许多人表示，随着谈判的进行，讨论任何突发事件还为时过早。一些美国官员对乌克兰在伊斯坦布尔会谈后宣布西方安全保障可能摆在桌面上感到惊讶。鉴于美国及其许多盟国，包括英国，仍然不愿意将其军队与俄罗斯军队直接对抗，因此不太可能做出保障承诺。包括波兰、拉脱维亚、保加利亚和捷克共和国在内的几个欧洲国家一直在推动乌克兰加入欧盟，并认为加入欧盟可以为该国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但即使是乌克兰议会中最热心的亲欧盟成员也表示，欧盟成员资格不足以确保他们的安全。在安全保障的适当谈判到位之前，西方实际上需要确保乌克兰赢得这场战争。但现实是这一目标已经变得遥不可及。美国和其盟友唯一有力目标是利用乌克兰战争，长期消耗俄罗斯的实力，而不是尽早结束这场战争。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